因为这两天我们有事儿，所以说很多时候呢，视频就断更了，起码有2-3天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还是录制一个教学视频，还是 Vegas 隧道交易法的，它有入场和出场，然后如何去做入场，如何去做出场。然后出场呢有2种方式，我们之前讲过啊，有一个就是同周期啊做高点减持，因为它要继续延续多头，它就要破同周期的高点。那么这是一个知识点，大家记一下啊。还有一种方式呢，就是趋势跟踪的出场，因为 Vegas 它本身呢，它就是一个趋势指标，所以说我们以趋势出入场就非常合理，而且能获得大部分的一个利润啊。我们以一个深度比较好的标普500来做一个讲解啊。那我们以标普500的2月线啊，我们打开标普500的2月线啊，一般做股票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周期放的大一点，然后做趋势为主，你才能做到大赚，不然你是没办法做到大赚的啊。往前面走的话，你看这第一次啊，第一次时间也比较长，1974年啊，然后这个点啊摸到了 Vegas 的2月线以后形成收高，然后呢，你的入场点位就落在这个点啊，95.85美金左右啊入场，然后一直持续去拿着。那怎么样去跟踪它呢？趋势跟踪是如何去跟踪的？你的风险的把控在这个点，那59.84这个点被跌破以后呢，你就要止损离场了啊。那这就是对于它的一个入场。那我们跟踪呢，就是每一次产生一个新的一个拐点啊，比如说重新用一个线啊来标注一下啊。刚刚开始你的止损在这儿，我们用红色的线来标注它，然后上移，然后接着往上走，然后接着上移。那么这种好处呢，有一个点就是能锁掉你大部分的利润，不会让你说吐掉一大部分利润。第三，就一直跟踪啊，直到走到这个点啊，你再上移。那什么时候打掉你呢？就是在768.63的时候打掉你，对吧？直接就打掉你。然后这儿呢又演变成更大周期级别的一个摸到通道，然后这儿你再次入场的点位就是这儿的收高，那么继续去跟踪，继续跟踪啊，一直拿到现在，你的通道都是没有断的啊。这是第一种趋势跟踪的方法。第二种趋势跟踪的方法呢，就比较无脑简单。那么入场以后呢，从这儿入场就不管了。那什么时候像这种就叫通道断？那么也就是 K 线的实体扎破通道以后，你就入场。那第二根线啊，这一根线收线以后，你就要选择离场。那么这种离场方式呢，和上一种离场方式呢的唯一的区别呢，它们两个的共同点都是以趋势跟踪出场。然后，但它唯一的区别呢，就我们刚刚讲的那种方式，它的利润要更大一点，这种利润要更小一点。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讲的同周期做减持，但对于做股票来讲的话，建议大家啊还是以更大的周期，比如说日线、周线，那么可以说随便拿一个股票啊，以沪深300来看的话也是可以的啊。我们打开沪深300的周线嘛，那就是趋势的话就线走的特别乱啊，就相当于说没办法说实实在在的就用Vega 通道去趋势跟踪啊，这个标的的话，那肯定就要考虑的东西就比较多一点了，对吧？你看它其实还是承载一个空头的结构的，那直到什么时候空头断呢？就是在这儿断掉了空头，这个点被破掉的时候，空头就断了啊。这个东西我不细细的去分析行情了。那么看上证指数的话，其实就比较好，为啥？它的深度还是比较够的。然后它是一个6周啊，就当前啊，我们在上一段视频当中我们有过对它的分析啊。那你看它是踩的是6周的通道的收高，然后再次回到通道，回到通道以后呢，然后如果啊你是按照第二次啊这一次回到通道然后入场的，那么你的入场应该是这一根 K 线的收盘价2237，一直拿到这儿啊。什么时候断了？到现在啊，你都还是持仓的状态，都没有断的。
那么如果是当前行情，为什么说当前？因为我们说 Vega 通道的入场分为右侧入场和左侧入场。那么右侧入场是这个通道曾经没有被验证过。你看这个通道呢，在这儿，也就是08年的时候被验证过一次摸到的通道延续了一小段的多头，然后下来了。但是再次给到通道以后，就是被验证过，那证明通道是有效的。你看，就延续了多头。第二次回到通道，那你可以直接左侧或者是右侧，然后延续了多头。那现在通道断了吗？没有，看没？到现在这儿，你的止损上移到这个地方来，它都是没有断掉的。那摸到了通道，如果形成收高，对吧？收线6周线收在过滤线之上，那我们将我们的止损顺势上移到2642.24以后，然后呢再去博弈第一个博弈呢的点就是前方的第一个高点，那第二个逻辑呢就是一直以趋势跟踪的方式，那么你才能获得大赚的可能。那么这就是 Vegas 在入场和出场的几个简单的一个方式。那我们还在 Vegas 的教学视频当中，我们讲过 Vegas 它的一个逻辑是，它是由5条 EMI 移动平滑平均线组成，那么它有5条均线，那么 EMI12 是一个过滤线，它的主要作用用于过滤真假信号，然后通道呢是由EMI144、169组成的一个入场的小周期通道，还有一个576和676，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用于什么？用于大周期趋势的一个方向判断是否顺势。那你看它没办法显示因为还是由于 K 线不够的原因没办法显示出来。那么就目前为止当前的6周线来讲的话，它是一个多头的顺势状态，所以说我们就要持续去跟随。那么没有触碰你的风控，那你就可以持续去跟随它。什么时候那么如果这个点被打掉，那顺势我们说它是前方的拐点，那拐点破，那高点要破。你看这个拐点是已经在这儿被破了，那么再次回到了通道，然后重新演变了新的结构从结构的逻辑上来讲的话，你看如果单纯的研究这一段的话是上涨，对吧？回调，那么为什么拿的只是这个点？那么这个点曾经没有断的时候它还在，那么断掉以后它就不在了它就结构就发生了变化。那什么时候这高点破了，上方的目标就出来了，那顺势上方的目标就非常大，对吧？那大的利润一定是博弈出来的，上方那你就能看到6000多甚至8000多的大 A 这只是我们一个潜在的一个分析。那成不成立，那接下来它怎么走，那市场永远是对的我们去跟随市场，去根据它的结构的演变，或者是根据 Vegas 通道的一个单纯的一个使用，然后去持续跟踪它，然后直到什么时候通道断了，那你就选择离场落袋都是可以的。 OK， 那么这个视频是一个增加的，我怕大家之前因为前面讲的一些东西忽略掉了，没有听明白，那么今天增加一个视频。那么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私信我或者是直接留言在评论区。